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双面镜，我是文艺。那一样带来一个大众占卜，进行占卜前要先声明，这是一个集合式的占卜，所以不可能100%符合所有人状况。大家只要取符合自己的现况资讯作为参考就好。那今天的主题是上天要给你的讯息。那一样来看一下最近宇宙要给你什么样的讯息呢？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组是红色妖怪，第二组呢是金色妖怪，第三组呢是绿色妖怪。那跟以往一样，你们可以选择喜欢的物件或者是喜欢的牌组，时间不够的话可以按暂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选到红色妖怪你们的牌咯。来简单看一下最近上天或者是宇宙要给你什么样的讯息呢？第一张呢是风之侍者，火之六，释放牌，火之国王，巨山，揭露你的真实跟女神牌。好，那风之侍者代表基本上会希望你多看多听，然后多去吸收一下你目前并没有接触太多的知识啦，然后尽可能去多元化多样性你现在正在执着的方向，因为你现在的就是权力正在执着的一个方向，不管说是人际关系也好，还是说工作也好啦，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资讯，那其实可以帮到你。而且这个帮到你，它并不是纯粹的说帮你在这个东西变得更好，有时候其实保护你的状况啊，就是可能你现在正在执着的某个东西上，某件事情上啦，它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秘密，然后或是说你不知道的资讯。然后其实那些资讯可能会如果你知道的话，其实会危害到你的。那会希望你多去打听一下，或是说更加去深入的多样化了解，多方面的去了解你现在在执着的方向。说不定你会救了自己一条命，或是说把自己从一个差点掉下去的坑给救出来，对啊。然后火之六是希望你不要对于某件事情或是某个项目过度执着在胜利上啦，就是不要过度一定要去征服它，或是说一定要去成功，或是一定要胜利，或者是一定要赢得一场仗，这样只会把你自己越陷越深啊。而且就算你拿到了胜利，第一个你也不会真的有多有成就感，因为你失去的东西可能比你得来的东西还要来得多。然后再来就是，就算呢你执着，然后迎来的这场胜利，它可能也不见得能很持久了。而且得到的结果，如果说你想要征服的是一个人的话，那即便可能短暂的被你征服了，但你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情或这个人身上问题有够多的，然后都是你真的深入，然后真的得到这个人之后，你才发现说原来这个人身上问题或漏洞其实这么的多，或者是说你其实很执着某个项目，然后真的让你得到，真的让你拿到之后，你才发现原来烂摊子还蛮多的，然后烂尾的地方很多。所以还是会建议你们啊，现在在执着，然后觉得很不顺的某个方向，真的是多方面的了解，不要完全一股脑的就只看到表面，或者是说别人告诉你说他多好多好，或是说你自己觉得有多想要，然后就不断的往某个很不顺的地方一直撞，然后懂得放弃啦，就是懂得保底，然后懂得设立停损点啦，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被你现在很努力执着的某个方向给拖累到。就是原本其实生活还蛮平衡的，那就是因为单独执着在某一个人事物上，反而让你很多其他原本顾得好好的地方也跟着有一点陷落的状况，所以还是会建议你们
是时候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手，然后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理智性的想要还是感性的过度执着的状况了，才不会让你们去打乱整个自己人生上或者现在生活上的一个平衡啦。那你们本身能达成的目标，其实除了那件事情以外，其实还有更多，或是说你能认识的人，除了比那个人以外，多的是更好的人。因为你们本身其实很有能力，很有目标，然后也很有动力去做，克服困难啊，然后努力开拓的事情啊，所以你们其实不愁认识，就是不愁认识人，然后不愁有新目标，不愁有人欣赏你了，或者说有公司欣赏你。那对于已经试了很久，然后都没什么着落，然后反而让自己越投越多，也没什么回馈的地方，或者是说人，就会建议你说是时候的该放下，或是时候的淡化它一下。那如果不是你说放就能放的情况的话，那也会建议你说至少拖开那个情况一阵子，然后让自己去判断说到底像原来花这么多的心力在这件事情上，到底还值不值得啦？然后，不要完全让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完完全全占据了你的人生的全部，或者是你现在生命当中的全部，因为不是目前看起来并是有点得不偿失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你不知道说你现在的全心全意，它就一定能短时间内迅速解决问题，还是说就算你全心全意的付出，它可能还拖得很久，拖到你可能都失去自我或是迷失其他东西，你都还不知道，然后还继续努力的栽在那一个无底洞当中了。所以这一组的话会建议，不管说你现在认真执着的方向是有一个还是两个，都会建议你适当的要去调整自己生活上的重心跟平衡，不要完完全全栽在同一个人身上或同一件事情上。然后要建议你们就是面对现实啦。如果真的花了很多心力、很多时间，然后回馈寥寥可数的话，那当然就不用再一直把钱或者一直把心力或一直把时间投注在那个回馈寥寥无几的地方啊。对吧？我这张牌是会建议你说，不管说别人给你画什么样的饼，或者是说别人给你什么样的劝告，还是说你在过往面对到这件事情又抱有多大的希望，都会建议你固定一段时间，就是要现实的去看待当下的状况怎么样，不要用未来来美化现在，也不要用过去来美化现在了。看见当下的事实是什么，就是事实。那按照当下的事实去进行，合理的调整跟判断，才是现在你最需要做的事情啊。然后再来是女神牌，坦白讲，你们这一组呢是绝对幸运女神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那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有努力的本事，但同时之间也有先天的一些幸运在啦。可是，如果你仗势，就是你如果仗着说，哦，我其实有时候也是挺幸运的，然后就认为说，哦，你大部分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得到，或大部分想做成事情都能做成的话，会建议你最近要改改这个想法，因为确实幸运女神站在你这边，可是她并不是站在你人生的所有方面。那还是会建议你，适当的停下脚步啦，然后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东西做得不顺。那到底那个不顺是自己努力的不够多，对，还是说自己其实已经努力够多，而且那个地方是纯粹不适合你继续努力？对，要搞得清楚到底是自己没有看清当下的现实，还是说它是真的你可以做得更多？
所以这一组牌的目前的建议就是，多方面的去看待你现在就是花比较多心力在投资的一件人事物上了，然后懂得放下了，然后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有没有过度的用未来或是过去美化了现在的一个状态，不要过度执着了。这一组就适当的坚持跟适当的努力是合理的，但是过度了那就有一点得不偿失，然后还把你自己人生的其他方向也慢慢的拖累到也说不定。好了，基本上呢，这选到红色妖怪你们的牌喽，希望这讯息有帮助到你们。那希望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拜拜。好，那我们开始来解选到第二组金色妖怪你们的牌喽。有关于上天或是宇宙要给你什么样的讯息呢？第一张呢是风之骑士、水之侍者、火之8、风之3，橡树牌，算是灌输你全部的爱，还有猫头鹰，我大概翻译一下而已。好，我整理一下牌。好，首先呢，风之骑士会希望你们啦，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或者新的知识啦，然后多去认识人啊，真的踏出去，然后去参访、去参观，然后去报名课程，然后或者是说去多研修都可以，或者说你想要去进修更好的学位，去报考一些技术班，这都可以。会希望你们真的将自己的知识让它更上一层楼，或者让自己的技术更上一层楼了。对，不要再局限在自己的思想观念，或是局限在原来自己的一些技术层面上了。对，那是时候该去让自己像海绵一样吸收更多不同的资讯，然后吸收更多不同的学识了。然后认识不同的人也是一种得到新知识的方法了。没有叫你说一定要去报名班级，但是去到处认识人，然后到处跟人家聊天互动，也是一种增进自己知识的一个方法嘛。然后水之侍者会希望你谦虚以待啦。对，不管说你现在的辈分怎么样，又不管你在公司的资历怎么样，那三人行，对不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那你肯定就算跟年轻的人互动，你也会学习到他们一些你可能不懂的知识，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在资讯方面，或是他们在某些技术方面，可能了解的比你更新、更快、更有效率。那你不妨就去跟他们和善的相处，然后或者是说去请教他们，或者是说甚至跟他们一起出去聚会，那从中可能跟他们交换一些资讯，说不定真的会帮助到你了。对，你的牌呢，就是建议你多去扩展你的知识，要么就是多去扩展你的人脉。但扩展你的人脉主要的用意也是因为希望你在人脉当中吸收更多的知识了，对，让你自己的技术，让你自己的一个思想能再扩张一点，然后能看得更远一点，能再更你的做法，对，或者是你的本身的生活圈能再广阔一点。是时候该到处走走，然后该到处去认识人，然后甚至跨出你自己的安全区了。就是不要，如果这一组最近有一点想要宅在家的欲望的话，就会建议你就是提醒自己不要一直宅在家里面就是你想要达成的事情，你想要改变的目标。很多时候都是需要你踏出去不同的生活圈看看，或认识不同的人，或者是去不同的场合才能成功的。你如果说只是待在你原来的生活圈，然后每天就是过着一样的生活，上班回家，上班回家，然后不然就是可能
固定的去某个地方做休闲娱乐，然后又回家的话，那基本上对于你想要达成的目标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那就变成说，你一直在想说你希望可以达到什么，你希望能改变什么，但是你一直让自己处在一模一样的环境跟一模一样的生活模式当中，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你就只能想，但是也不会有变化。所以牌是建议你说该踏出去了。对，那即便你觉得你不想要跟人家互动啊，就是很懒得去认识新人啊，或者说很懒得去报名什么新的课程或新的活动，都会希望你说强压住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一种我想要留在原状的渴望，对，强迫自己去跟人互动，强迫自己去接受新的观点，甚至是不怕丢脸，不怕被人家指正的这种心态去跟人家做请教的动作了，这样才会就是把你们推向另外一条道路上了。如果你现在已经在这条路当中走腻了，然后你真的很想要不同的变化，那你就不能一直就是让自己找到借口，不让自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走看。这组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担心的事情，就算你听完这个讯息，你还是想要做你自己，你还是想要保留你现在的人生模式跟状态的话，那基本上其实也没有关系，并没有看到说这样不行。只是说，如果你真的对于自己有所期待，你有所改变，你譬如说你想要桃花更多，你想要工作更好，你想要客户更多，那你不可能就只是留在原状，你势必要强迫自己去社交，强迫自己去学习更难的知识，跟更新的资讯，更新的技术，你可能才有办法达成你要的目的啊。然后呢，像素牌代表，你们已经固定在某一个行为模式、某一个心态太久了。即便你觉得你有所改变，但其实都是绕着在同一个核心的价值观上在转啊。那譬如说，你在假设你想要学习做菜好了，那你本身就主力都是在烘焙，好吧，都是在烘焙。那可是你又觉得说，哦，我觉得客源太少了，我只想要中西式的客人都想要增加，但你怎么钻研都是在钻研烘焙这一块的话，那当然你的客源都是来自于烘焙啊。又或者是说，你可能想要找到什么样类型的对象，但是你的活动范围就不会超出你原来的地方啊，然后再怎么样超出自己原来的活动范围，可能也是顶多就是也是到比较安静的地方去，或是说在自己平常比较习惯的类似环境待着的话，那你遇到的人可能都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啊。所以并不是说流于现状不好，但只是说，如果你们真的希望自己的人就是目标达成的话，那可能真的是需要跨出去的状况，强迫自己跨出去了。然后现在是时候把所有的重心跟所有的时间留给自己去提升自己了，对吧？就是与其说是把时间拿去扩张，要怎么说？当然，出去交朋友这件事情，你如果把它看成是因为要陪朋友出去才出去，然后因为要照顾家人所以才赚钱，那当然你会有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心不甘情不愿，觉得很麻烦。但是如果你是把它当成是投资你自己啦，对吧？那充实你自己，那交朋友这件事情，你就不是为了别人而去社交，那你也不是为了要给别人机会，而是纯粹的你就是想让自己的想法更加丰富，然后让自己的经历更加丰富，所以你才去跟这些人互动。是你想要去跟人家互动，是你想要为了自己好去跟人家互动，而不是
给谁面子，所以跟谁互动啊？主动性的为自己好而去社交，或是说主动性的为自己好，所以去学习，而不是那种抱有我是被迫性营业的心态啦，去看待社交活动跟学习活动。然后猫头鹰代表当然如果你真的觉得啦，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没什么动力，那不然就是找伙伴一起陪你去啦，找其他人陪你去上课，找其他人陪你一起去玩或拓展人脉啦。那提升你的兴趣，学习的兴趣，或是拓展社交的兴趣，这样。然后再来是，你们现在其实也算是有考试运了，所以如果真的有想要考试的人，真的是多去报名一些学习班的话，其实对你来说真的比较有帮助的。透过别人来学习，会比你自己自我学习来的有动力跟有效率的多。然后就是透过别人学习，没有一定说是考试或是上课。如果在平常的你想要自己的透过人脉的扩张啦，也可以出现一些贵人或者能帮到你牵线的人，然后进而去达到你的目的。所以透过别人来帮忙，其实会让你自己达成目标的效率度变得高很多。好啦，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啦。说真的，留在原状也没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只是说看你们自己的决定啦。那好，那一样就是选到第2组的全部解说啦，希望有帮助到大家。喜欢我的频道，请点赞，拜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节选到第3组你们的牌喽。有关于上天要给你们的讯息，或是宇宙要给你们的讯息是什么呢？第一张呢是土之4合一，土之10平衡牌，欧洲水晶缸，然后尊重你的界限，还有青蛙牌，我整理一下。好，土之4呢代表会希望你们现在保守进行啦，然后静观其变啊，不要有太大的动作。对于任何的决定呢，长线观察为主啦，不要急着做决定。对，然后累积实力的时候，对，那进行任何的投资，进行任何的转变，进行任何的合约的签订，都会希望以保守为主啦，对吧？不建议在现在做任何太冒险性的行为，对。如果可以等，就再稍微等等，然后再去做一些比较有风险性的事情啦。那如果没办法一定得现在做的话，那也会希望你尽可能去再给自己有保底，然后减少风险，然后有后路的情况之下再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合一牌代表，我会建议你啦，不要一个人去冒险。对，目前还是会建议你，要么就是跟在比较有保障的团体当中一起去执行这件事情啦，那要么就是选择去，如果真的要做选择，会建议你去选择那一个比较大家比较有信用，觉得会比较有信用，然后大家觉得比较认可的人会比较好。不建议你去选那一种比较奇形怪样啊，或者说不建议你去选择那一种比较太过前卫，然后风险性高，然后变化度太大的选择啦。对，不建议你去做。就是如果真的有选择的话，建议你去选择那个比较保守，然后大家可能比较认可，然后以普遍的价值观来讲，比较正统，或是正当，或是比较恰当的那个选项。然后再来就是能暂时之间啦，可能至少近1个月当中能不要有金钱上的
大动作的投资会比较好。不管说对于人的投资，还是对于事物的投资也好，我都不太建议你把钱就是不建议你把钱都投在一个人身上太多了，或者一件事情太多了。至少这1个月内先不要动，除非真的有必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建议你说慢慢的一点点给，慢慢的一点点给，看成效之后再决定。不然的话，你也可能会打水漂，你的努力或是你的投资可能会打水漂。所以会建议你说近1个月内暂时间不要有太大的金钱上的支出啊。然后这一组的人就是可能最近要注意一下家里面的人的状况，或是家庭的状况，然后有经营公司的人或自己有做生意的人，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公司经营的状况了。对，如果你走的都是保守，然后走的都是你一直以来的一个比较稳定稳固的方式的话，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主要是你有特别大的风险，譬如说你找新的合伙人，然后或者是说你要找新的伴侣，或者是说你现在有在纠结说要选择比较保守的，还是选择比较你觉得比较喜欢，但是它冒险性比较大的话，我还是会建议你，要么就先不要做决定，要么就是做比较保守的那个决定不然就是你要有后路，对，一定要自己有个心理准备，一定要有一个保底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会比较好。然后平衡牌代表还是会建议你安于现状会比较好了，就是你在这过往当中，你觉得你怎么样做就是生活是比较自己能有掌控度的话，我就会建议你继续按照那样的方式再生活一阵子，或者再工作一阵子，或者再继续那样的方式经营自己一阵子会比较好。对，暂时之间不太建议对自己的任何人生方向做太重大的决定了。就是这一组真的会建议说再看看啦。那原来就已经在经营的稳定经营的东西，那就稳定经营就好，但不建议说立刻去改变它了。就是最近不建议有太大的变动在，因为有可能就算你不变动，可能接下来也会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让你必须得去处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就选择了动某个东西，那如果接下来发生了一些需要你去处理的事情，你会变成焦头烂额，一个蜡烛两头烧的状况。所以可能会建议你至少如果可以等至少再过1个月到1个半月之后你再考虑，再看看情况是不是一个你有把握的时机点去做决定比较好。水星刚呢，代表现在还是会建议你养精蓄锐居多啦。静待佳音，或者是说先观察，然后或者是说先养精蓄锐会比较好那先暂时之间按兵不动，然后储存自己的能力，或者储存自己的钱，或者是说储存自己对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的了解度跟判断度为主啦，多过于去有任何做决定的动作那如果真的要做决定啦，就还是会建议你以大家都认为比较好的那个意见走会比较好，就大家比较认可或是说比较有信用度的那个选项走会比较好。然后不要让别人过度去影响你的想法啦，
对啊，不要人家好像游说你了，对，那你就觉得啊，好，那就去试试看，这样就是，在接下来这至少1个月当中啦，就是要防止，就是要提醒自己不要脑波弱，对，不要太容易被说服了，然后不要太容易被打动，然后不要一时冲动，不要去赌，对，任何投机性或是赌的东西都不建议你去碰，不管说别人讲的多好，或者是对方给你的承诺多好，都还是会建议你可能再观察啦，然后真的有把握，然后你真的看到很多事实是你认为真的可以信赖的，然后旁边的人也都看到这样的事实，你再去做决定啊，以防就是只有给你看到，然后其他人看到的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会建议你啦，如果真的要做决定的话，问问周围人，周围你觉得你值得信赖，然后也比较聪明，然后你认为比较聪明啦，然后值得信赖的人的意见会比较好。然后青蛙牌代表，你们就把现在这个阶段暂时当成是养精蓄锐，准备跳得更远的阶段就好了。那你慢慢的累积你现在的一个实力，然后慢慢累积你现在的一个能力，还有你的一个信用啦，对吧？那不需要急着强出头，或者不需要急着去表现自己，因为接下来再熬一阵子时间到了，自然而然会有你的舞台出现了。现在的话，会建议你如果有想要关系搞好的人，那现在是不需要直接跳出去跟对方讲说，哦，我跟你关系很好，哦，我一定可以帮你很多，不需要。现在反而是说，默默的待在对方身边，然后让他知道说你跟他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然后慢慢让这个人习惯你。那渐渐的到后面会有你表现的时机点，在那个时候表现反而才自然的多了，那你跟他的关系也能比较好靠拢。那关于事情也是啊，那你现在可能就慢慢累积自己的实力了，不需要急着出头，因为你现在急着出头，可能那个也不是个，就是现在出现在你眼前的那个机会，对你来讲，第一个你可能你没有那个能力做得很好，那反而会把你自己的名声给搞糟。那不然就是说，它其实也不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那你不如是现在累积自己的能力，那也许到后面会有个更好的时间出来，让你更能发挥。然后更能表现你自己的一个优秀能力了。所以这一组呢，会建议先按兵不动，养精蓄锐为主。好啦，基本上呢，就选到绿色妖怪你们的牌了。希望这次讯息有帮助到大家。那就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订阅点赞啦，拜拜。好，那就是今天全部的解说了。那希望有帮助到大家，那就期待下次再见喽，拜拜。